教我。我教你什么好呢？你那日在萧灵府上用的那种，可以击退乌鸦的。那不行，那种符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外行，万一不小心画坏了，把屋子炸了怎么办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就凭你叫澹台烬，我就不会教你能杀人的符咒。那你要教我什么？啊，有了，看好了啊！我今天先教你这个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一张符就画完了。不过还得配上相应的咒语才行。好看吗？这符咒有何用处？此符名唤剑生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总是要闹着跑出去玩。我的有个仙君，便教了我这符咒，即使待在方寸之地，也能神游天地，而且每次画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呢。这些修道之人，真是无聊至极，不想着如何精进修为，反倒耗费时间做这些无用之事。此言差矣。先者言：身心意谓之三家，三家相见者，单成也。虚其心，则神与性合；静其身，则精与情济；意大定，则三元混一。身心意合一，便能修成金丹。如何才能合一？精化为气者，由身之不动；气化为神者，由心之不动；神化为虚者，由意之不动。灭情思，绝爱恨，方能见宇宙，见众生。这便是无情道的不二法门。不过这都扯远了，条条大道通正途，无情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路而已。好，我学。可惜
我探查过了，小魔神并无仙骨，此生即使再努力，也与仙童无缘。不过，只要能不坠魔道，做个凡人也是好的。叶希雾，你看我这符没画错吧？哦，可是这符为何没有作用？这画符也不是100%能成功的。你第一次画符能记住图案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何况这剑生符啊，看见的是这世间至纯至美之物，念咒时要心无杂念，特别是要心无恶念，才可能成功。你慢慢画，不要浪费了啊！记得要心无杂念的画。教我画符，自己倒是先睡着了，真有你的！你起来，把我教会了再睡。起来！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还没学会呢。你这不是剑圣符。我教你个新的，不开心吗？叶希雾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怎么一画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呢？你干什么？你要是整夜的不睡觉，会死掉的。叶希雾，乖啊，我们明天再学。叶希雾，你放开我！嘘，安静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方曾海纳，一动神随，寂
三族乃是晋国王室图腾，婚宴当天，可有晋国人士？晋国至此，澹台烬当时也在场。传闻一月族可以沟通操控鸟兽，此事此子蛰伏多年，心机极为阴沉，留着终究是个祸患。陛下的意思是，不要他的人头，做得隐秘些。奴婢明白。陛下，叶萧次子叶青羽今日从边关回来了。不记得此子年幼聪慧，做事极有章法，是一个不逊于灵儿的少年英才啊。是。听说这百姓们都夹道欢迎呢。哼，柱国大将军劳苦功高，在军中一呼百应，他这个儿子也算是青出于蓝，我看其声望啊，要更胜其父了。你说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叶大公子烂泥扶不上墙，二公子却如此年少有为，青出于蓝啊！哎呀，不打紧不打紧，10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。殿下，兰安终于回到您身边了。兰安姑姑，兰安有负公主所托，对不起殿下。可是兰安没有骗你，我答应过你，所以今日我回来了。你当初究竟是因何离开？今日又为何要归来？当年靖王让我们在宫中自生自灭，可深宫之中若是没有依靠，想要生存何其艰难。兰安只能借着宫女外放，逃出宫去，本想返回夷越族，借部族的力量救殿下出宫。谁知部族有变，老族长已经死了，先族长怕得罪景国，不愿插手此事，所以你就留在那儿了。殿下，兰安怎敢辜负公主？兰安忍辱偷生，拼命立足，甚至嫁给了族长。我整整花了20年，成为了大司机，让整个部族听命于我，这才带着月影卫千里归来，寻找殿下。兰安回来救殿下了。起来说话。谢殿下。殿下，你长大了。姑姑，我记得你没有夷越族的能力，那夜莺是谁派来的？念白羽，出来吧。殿下，这是月影卫的首领，当年老族长救过他的父亲，所以聂氏一族绝对会效忠殿下的。你有那种天赋？是。夷越族人不仅能控制鸟兽，还能与本命鸟兽心意相通。这夜莺就是我的本命之兽。殿下，宣城王府事后，圣王怕是已经怀疑到殿下身上。近几日来，我和聂首领已经暗中处理了几波宫内派来的刺客，想必
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？难道殿下甘愿留在圣国，做入赘的质子吗？我想不通，这里有什么可值得殿下留恋的？一月族才是您的家呀，只有族人才会关心您吃得饱不饱。穿得暖不暖？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？危难时，成为您的庇佑，挡在您的身前护你性命。殿下难道不想拥有受人敬仰、一呼百应的人生吗？南安姑姑，你说，人是不是理当有思乡之情？思乡，的确是人之常情。那我便返回景国，以慰思乡之情。不管殿下想去哪里，兰安都会追随殿下。你们的船何时能启程？已停泊在渡口，明日一早便可起锚。好，明日在渡口等我。我还有件事要办。是。殿下，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了？现如今圣王和景王都想要我的性命，这样的我，即便是回到一月族，也只会给母族带来灾祸。只有回到景国，拿回本该属于我的那一切，我才有足够力量自保。他不是孤的儿子，他是怪物。明朗殿下说，质子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此行凶险万分，我不能赤手空拳便随靖南安离开。与叶青羽厮混的那女妖，正可拿来补充力量。这个对我来说犹如牢笼一般的地方，真要离开了，内心为何会有一丝异样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今天天气不错啊！你方才笑那笑就挺好看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叶惜雾，叶惜雾，你乖啊，我们明天再选。叶惜雾，你放开我！安静。叶惜雾，过了今日，你我便不会再相见了。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冷的天，你站在外面干什么？没什么。谭台姐，你要是觉得无聊，可以找我说说话呀。干嘛一声不吭自己跑出来站着？下不为例，听到没有？嗯。
还好我带了这个。买都买了，放放看吧。我不放。放一个嘛。果然不大好看。我觉得还不错。我给你看个更好看的。健身服，大过年的，值得浪费一张。真好看，我真厉害。叶希雾，啊？你每年除夕都这么开心吗？今年不大一样，不过也是开心的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你身边，不会有人再敢欺负你。我们年年都可以如此开心。只要我能看住你，只要你别变成魔神，没有以后了。谭台烬，我们来打雪仗吧。春桃说他们每年冬天都会打。你敢偷袭我！叶希雾，我忍你很久了。知道是好是真。江扰，你究竟去哪儿了？
谁啊？骗人姑娘，你喝醉了。江绕，你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明星究竟为什么疯了？是你害了他。他勾结谭台明郎，想要害我性命，我难道还不能反抗了？明朗殿下说，世子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谭台明朗要我杀了他。尹星，你记不记得，门外树下埋了一瓶御酒？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圣王宫了，不如你去把它挖出来吧。他在我的饭菜当中下了迷药，想趁我昏迷的时候叫谭台明朗的人过来将我勒死，再做成自杀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殿下，是尹星害了你，对不起，殿下。我调换了碗筷，假装被迷晕。对不起，殿他下。出去寻找同伙的时候，药效发作，昏倒在了公道上。吴总管向来喜欢刁难羞辱我们。那日，他与内侍们经过，趁机将迎新带走，侮辱了他。迎新从此就疯了。我本来只想叫他自食其果而已，只怪他自己妇人之仁。若他当时用的是毒药，而不是什么迷药，他也不用承受这些痛苦了。岳迎新确有不轨，可他对他竟然像对陌生人一般，毫无恻隐之心。难道魔神果真生性无情，无药可救？谭台阶，我真后悔救了你。叶希我，从前我一直都以为是我自己的错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错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世道。所以，那些曾经凌辱过我的人，想要杀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包括你。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好你个叶大将军！当初是你的宝贝女儿不知廉耻，跟那个晋国世子媾和，孤为了你的颜面，才答应谭台烬跟他成婚，离开王宫住进你叶家。想不到成婚刚刚不到1年，你就跟姑说他人跑了。还请陛下治罪。治罪？哼！左不过，谭台烬也是你叶大将军当年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打回来的质子，如今你要放他，姑怎敢置回啊？老臣知道，这都是陛下的气话。谭台烬出逃，臣未加防范，的确有看管不力之罪，但臣绝无里通外国、私放质子之举，还望陛下明察。姑当然要明察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自己看看，这都是满朝文武大臣参你的奏折。臣有罪。哼！这样吧，你先到三法司去委屈几日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我父年迈，身上都是为国征战留下的旧伤，实在受不得牢狱之苦。若陛下要责罚，请与愿代父受过。叶小将军稍安，吾自然会体恤功臣。三法司的监牢最是干净宽敞，你若是不想你父亲受罪，你就赶快把那个质子给姑找回来，这样也能洗脱你叶家的嫌疑，姑也可以对满朝文武有个交代。但姑告诉你，若不能活捉，
尸体带回来也行，绝不能让谭台烬活着回到景国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臣领旨，谢陛下宽仁。好重的腥气，这里面是何物？回禀殿下，司机一直让我们为殿下猎捕妖物，这是新挖的妖丹，请您享用。殿下叫我来给你送饭。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饭菜里下毒？我们殿下光明磊落，怎么会给你下毒？哦，那你们殿下还真够光明磊落的。你盯着我看干嘛？我得看着你吃，殿下吩咐的。大哥，我手都被绑着，怎么吃啊？好，我吃。哎呀！我都说了，我拿不住的嘛。对不住，这位大哥。得想个办法把小船弄到手。出事了！月影卫即刻听命！快，即刻听命！水牢关押的女囚跑了。他不是有热水绳绑着呢吗？没有皱纹怎么可能解得开？那你来找我，是想做什么？这道皱纹能解开你的弱水绳索，至于逃不逃得出去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为何要帮我？你就当我是在帮自己。这个金兰安究竟想做什么？得先想个法子躲开搜查。殿下，听闻殿下吞噬了妖丹，我来看看。殿下出了很多的汗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。你来的正好，有一件东西，我想送给你。殿下，这个太贵重了。萱草升堂阶，我听闻世人常以此花借予母亲。我自幼失势，这发簪也无人可送，不如就送给你吧。
南安，你竭力抚养我长大，又为我筹谋计划，这些我都会记在心里。只是不知道我那位哥哥，若见到我，会不会惊喜？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澹台明汉及其党羽还未能走出王府，就被陈大人用法术缚住，尽数斩首了。辛苦你了。能得殿下赏识，是福玉之幸。如今我还活着的亲人，所剩下的只有那个三弟了。我还有些想念他。这次来，兰安带了几个夷越族的厨子，做的都是家乡菜，不知道殿下吃不吃得惯。你有心了。我多年未回，不知景国如今是何情形？景王不久前刚刚病故，如今的新君是澹台明朗。兰安还有一件事，想知道殿下的心意。这个叶惜雾虽然粗鄙不堪，但毕竟是殿下的妻子。将来回到景国之后，她不算我的妻子。啊，这次出来除了带了夷越族的厨子，还带了夷越族的美人，个个能歌善舞。殿下不妨欣赏一番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好。子玲啊，你弟弟是月影卫首领，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殿下长什么样子啊？对啊，是啊。白羽就是个呆子，只知道尽忠职守，哪会跟我说这些？不过啊，殿下长什么样不要紧，我只想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，是不是啊，姐妹们？是啊，是啊。哎，那你说再找找看，喜欢什么样子？一个女人扛不住了。孙尚。孙尚。也罢，既然要玩儿，不如玩个尽兴一些。你猜，吾想先射谁呀？被尊上的屠神弩标记，必死无疑。老屈，你的额头。或许一石二鸟，也颇有意思。快跑！不要管我们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不要恋战，咱们也赶紧撤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可以啊，赵佑。好执念，接着。
快拿走过去镜！魔神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敢耍我！过去镜，有意思。大家分头走，尽力活下来，去衡阳宗会好。走。停车！虫蚁也是神器，果然能伤到魔神。这过去竟是逍遥宗的神器，魔神这么在意它，难道？是你。气斩天剑。5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伤到吾的人，配得上死在吾的斩天剑之下。仙子，快把吾的过去镜归还给吾。过去镜是仙门之物，你若想拿，不如杀了我。今日，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叫这3界4周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仙子啊，还以为你会有些本事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我去请爹爹，我回不来了。你没心的是什么？过去镜。这是我的血，竟然打开了过去镜。黎苏苏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而你是谁，却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。我，没错。魔神之所以要抢夺过去镜，只因他在命定之人手中，便会拥有逆转宿命之力。而你，便是这命定之人。逆转宿命。对，魔神并非生而为魔，而过去便是他唯一的软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用心看，记住它。蛇狗叫啊！哎，说话，澹台烬呀！哑巴了你！
跟你说话呢。说话！真窝囊，就是连反抗都不会，狗都比你狠。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对，这是魔神之前身。500年前，他还只是肉体凡胎，身在圣王宫。但身为魔胎，已在为魔神复苏积蓄力量。李素素，没时间了。如今魔神临世已成定局，但那时他若无法成魔，便不会发生今日灭世之劫。记住你要寻找之人，快回衡阳宗，开启破光阵，这是逆转乾坤的唯一办法了。如今的魔神已不可被战胜，只要回到他成魔之前，这便是唯一的奇迹了。休想伤害他！不要杀他！顾一师兄！苏苏。不要管我，拿好过去剑，快回衡阳宗！不，我不走！我不会让你抓住他的，魔神，你怕死吗？苏苏，怎么就你回来了？季无呢？爹爹，你看这个，狗都比你狠，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打他！打他！揍他！揍他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镜子碎了，只能看到这些。起码我们知道，魔神不是生而为魔，10几岁时还只是一个孱弱不堪的凡人。若我们用死法阵回到过去，在谭台烬成魔之前诛杀他，就能斩断魔神必将临世的宿命。爹爹，让我去吧。你？也好，夺神镜照前尘乃是苏苏所下的，这是苏苏的姻缘。苏苏，你记住，谭台烬，他身为魔胎，身负邪骨，若肉身死去，邪骨就会醒来，他会立刻蜕变成魔。所以你要找到办法，先毁掉他的邪骨，才能彻底杀掉他。本尊来取过去镜，衡阳宗还不出来迎接本尊？魔神来了，快战！赵幽，快开破光阵，送苏苏回到魔神成魔之前。万年前，咒神曾留下破光阵，由我逍遥宗掌门代代传承，命定之时方能开启。王爷，时机已到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等等，他又伯伯什么时机？爹爹！诸神陨落之际留下预言：仙门破灭之日，会有人进入破光阵，
重塑过去未来。心门火灭！超幽伯伯，快停下！爹爹！爹爹！祖宗，既然有机会能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，这天下苍生便有一线生机。进入破方阵活下去是你的宿命，死守仙门是我和你赵幽伯伯的宿命。在家的宿草，在那边照顾好自己。衡阳宗弟子听令，四周存亡在此一战。今日我衡阳宗上下死守明无殿，宗门不绝，结界不破，且战！你们还真是冥顽不灵啊！苏苏，来不及了，你必须马上回去，回去才是唯一的转机。我会将你送回500年前的圣国，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回头，4州3界就靠你了，明白吗？该无了。屠神弩。那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旧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嗯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，把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。季风啊，今夜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，赵幽伯伯，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
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。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硬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，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，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谢谢，谢谢叶小姐。叶小姐真是活菩萨。这么多年来，每逢初一十五都亲自来粥棚施粥，雷打不动啊。改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，生他3、5个小王孙。不用谢，小姐，六殿下昨夜派中太送信来，说他今日休沐，会来粥棚帮忙。这算时辰也该到了，你把勺子给我，快去打扮打扮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拿好了。中太跟我说，昨日他们去练兵。在城郊遇到了二小姐，那个泼妇还不肯放过六殿下，不可口出恶言。不用谢，二妹已经嫁人了，此番胡闹，怕是以后在京中的名声更加不堪。你听来的这些闲话，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。小姐，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？你前些日子被他推得坠了湖，还染了风寒，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吗？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那好了，谢谢您，叶小姐。不用谢，把这边都清扫一下。六殿下到。我该回去了。冰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这就要走了。也是日渐黄昏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，失了体统了。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，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都是叶大将军定的。等回了城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啊，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叶家规矩大，冰长自有习惯了。叶家规矩再大也没有二小姐大，就连景国的质子都要被他发去贵宾了。澹台烬去贵宾了。嗯。澹台烬虽是质子，却也是景国的王子，叶惜雾怎可如此折辱？罢了，与那刁蛮之人全无道理可讲。你坠湖之后身体还未大好，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罢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那个恶毒的夫人，已经罚你跪在这里4日了。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他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澹台烬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长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
过不了几日，澹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姑爷，对不起啊，陆小姐说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。天这么冷，澹台烬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冻蔫了。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。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，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澹台烬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澹台烬，澹台烬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。
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顾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惜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4州3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4州3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澹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楠楠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？多冷啊！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太辛苦了。知道心疼爹了？你真是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出去闲逛了啊。为何？都城内外都不太平，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，似乎是妖物在作祟。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，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管出事了。他跟澹台烬聊了2句，回去以后就死了，耳孔流血，死状蹊跷得很，还从耳孔里爬出一只蜂来。风？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别吓得我的宝贝女儿睡不着觉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小姐，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不仅有妖，还有魔。哪怕是离开皇宫，躲到叶府，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。吴总管，你活得够久了，去吧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控制1两飞鸟虫鱼已是极限了。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，下次恐怕更加难以自保。如何才算苏醒？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，如果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什么法器、符咒之类的万物。凡是想杀人，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什么都没有。二小姐有何不满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炸他一下。宫里的吴总管今日暴毙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你在出宫门前被他拦住了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
没什么。这么淡定，难道真的没鬼？从今日起，你每日睡前我要搜身。我提醒你啊，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。二小姐现在的兴趣，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少管我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，教唆那些蜂啊虫啊给你当替死鬼？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他究竟是如何察觉的？如此说来，搜身也不甚保险。不如我全都脱了，好让二小姐安心啊。你脱，我又不吃亏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你脱啊！不脱了，要不我脱？他怎么变聪明了许多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不甘、怨恨、恐惧、悔恨，就是你了！救命！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深宫拥有更多噩梦。有了这些噩梦的滋养，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胭脂花了。红线过岭，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的人。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。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，就在这宫墙之外。反正天还没亮，不如过去看看。就在这里，果然不虚此行。这气息好特别。本来就是我的，姐姐别走！小美人，你分明是人，身上却有妖的东西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看来今晚收获颇丰啊！你也跟我回去吧。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，胭脂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。只要这林中开满胭脂花，我就可以化妖成魔了。京中闹妖怪，吴总管横死，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？
看什么看？一个都不许剩，全给我吃光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。是啊，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。怎么了？到了月底，你要是长不了3斤肉，就等着挨揍吧你！他真是变态的越来越莫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说是昨晚还好好的，谁知今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恐怕是老爷昨晚说的那个妖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将军请了太上博士来府里驱邪捉妖，说是6殿下也来了。我去看看。对萧岭的兴趣倒是没变，也好，这样吴总管的事就不会有人在意了。刘管家，带佳慧下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大哥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新上任的太常博士庞一之，听说呀是逍遥宗掌门的嫡传弟子，也是6殿下的同门师叔，最擅长施魔捉妖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啊？听说是不照山的什么清虚真人。没听说过呀，怕是赵幽伯伯的太师傅之类的吧？什么妖魔都逃不过他的探查，可一眼定乾坤。他若出手，妖魔必死无疑。糟了，此人是逍遥宗高徒，若被他识破澹台烬身怀邪火，把他处死了，岂不乱套？怎么办啊？庞博士有何赐教啊？萧师叔，他怎么了？庞博士，这位公子，面相不错，将来要大富大贵呀！来日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勿相忘啊！那就借庞博士吉言了。500年前的逍遥宗，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？庞博士，转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发现呢？回将军，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，但好在府内的诸位应当没有什么大碍，请将军允许在下于府上布阵施法，寻找那妖物的踪迹，寻回大小姐。那就拜托庞博士了。你是说，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，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，还把这些人用来种花？对，叶冰茶和迎新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了。不过看起来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取这些人的性命，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看看叶惜雾他们在做什么。叶惜雾最近异常敏锐，他已经怀疑上我能控制鸟兽了。现在告诉他这些，无异于主动认罪罢了，何必惹祸上身呢？锁妖阵，是在这儿。下一步怎么来着？这个棋插哪儿啊？白棋属金。这儿插过了，那儿也不对。不对呀，不是这儿。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？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，如今没有法力，刚好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庞博士，借你几张符纸用用，反正为了大家好，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
人间的苦楚，果然就是胭脂花最好的肥料。本王我千里迢迢从荒渊来到这里，这2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？这么快就开出胭脂花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原来是景国的弟弟跟随赤子来到了宋国。放开我，殿下！放开我！这是谁？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，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。若用它种出胭脂花，必是世上最鲜美的极品，一定可以让我化身成魔。四周地理志，殿下看这个做什么呀？听闻萧凌启程去了不照山，要在那里修行3年。我不知那是什么地方，想在书中找找看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有的人连宫墙都出不去，还在这儿痴心妄想什么方外仙山，学法术想飞出去啊？武殿下，我去！殿下，没事吧，殿下？武殿下，为何动手打人？为何啊？因为你笑得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忍你这怪胎很久了。如今萧凛不在，我看宫中谁敢保你？给我揍他！殿下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！殿下，我原本以为这些年他们不再找我麻烦，是因为我处处效仿萧凌，已经学会了兰恩走前说的寻常，却不知他们只是在忌惮萧凌罢了。六殿下，恭喜六殿下学成归来，乔迁新居，双喜临门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澹台殿下，3年没有见，多谢你今日能来。恭喜殿下！快看快看，叶府大小姐来了！这位姑娘是柱国将军的千金。叶姑娘。殿下。天气渐冷，小心莫着凉。多谢殿下。澹台殿下有何贵干？叶姑娘，天气渐冷，切莫着了凉。殿下，我不冷，斗篷请殿下自己收好吧。澹台烬难道是因为模仿萧凛才喜欢上叶冰裳的？迎新，是我的斗篷太旧了吗？哟，
哟，澹台烬呀，你又在这里恶心谁呢？啊？吴殿下，这公道上人来人往的，你若是想在这里打我，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如今盛景两国交战之际，我打你个井狗，谁能管我？揍他！殿下，去你的吧！这样3天2头被打被欺负，到底什么时候收头？迎新，被人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不回答，是因为你也不喜欢我，对吗？殿下恕罪，奴婢绝无此意。小的时候，我看不懂别人脸上的表情代表什么样的情绪，可是现在，我算是也能明白一些了。其实你一直都很讨厌我，是因为我，你才被困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深宫当中。云心啊，我不怪你，我也讨厌我自己。我知道世人皆不喜欢我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心里应该觉得难过才对。若是萧凛的话，一定会自责到连饭都吃不下。后来，我开始模仿萧凛，模仿她的一切，希望慢慢的，我可以成为她，成为像萧凛那般受人喜爱之人。可是银星，我还是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我学萧凛笑是假的，学萧凛宽厚待人也是假的，甚至关心别人也是假的。假的东西，活该被人嫌弃，被人厌恶，被人唾弃。罢了，我这样的人能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何必还奢求什么喜爱呢？身负邪骨，无情无爱，的确非他所愿，非他之过。可一朝成为魔神，手中的累累血债，也的确是他所为。奉命给嬷嬷带一封景国的口信。景国？至此不日便要成亲，离开圣王宫。可他一旦离宫，就有可能会回到景国。一旦回到景国，怕如河复得水，再也无法收拾了。所以，明朗殿下说，至此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澹台明朗是小魔神的大钩。澹台明朗要我杀了他？那我有什么好处？胡马依北风，月鸟朝南枝。明朗殿下体恤嬷嬷年岁渐长，只要你肯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就会想办法助你离开圣王宫，返回家乡。当真？嬷嬷已经因为澹台烬舍弃了青春年华，毁了大半辈子，难道真的甘心就跟着这个怪物，直至客死他乡吗？迎邪，不要被蛊惑。澹台烬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他虽然古怪，可他不曾伤害过你，你真的忍心吗？哎呀，他在圣国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你是他唯一愿意相信的人了，你不能背叛他。迎邪，迎邪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如此，小人便先告退了。连你都背叛他？倘若澹台烬从小到大，哪怕有一个人真心爱他、守着他，
帮他悬崖勒马，也许他不至于会绝望吞没。终于结束了。哦，总算找到了。妖物的巢穴有结界屏障，冰场多半就在这里。说不定谭台静和叶儿小姐也被这妖孽所困，得快些救他们出来，去将此地的边界探查清楚，派人把守道路。是，走，快！现在必须想办法把妖物诱出。嗨，我来。妖孽，你老巢都被我们找到了，别藏了，小心我一把火烧了你这林子！哼，又有送上门的。不知道后来迎新是怎么封的。谭台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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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！谭台姐，你不是不会做梦吗？可你长出眼之花了，谭台姐，谭台姐，谭台姐，你醒醒！谭台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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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！听说进儿在这届逍遥宗的外门弟子中道行出众，资质更是出类拔萃呀。学着玩也就罢了，怎么你还真想让静儿去修仙啊？让阿娘看看，出宫这些日子，还真是瘦了一大圈儿。母亲，来，有件事要让吾儿知晓，在你修行期间，为父给你定了一门亲事。谢父王。新娘乃圣国大将军叶孝之女，盛景两国常有局域，此番结秦晋之好，以后两国也能少些刀兵啊。全凭父王、母妃做主。静儿，此番去逍遥宗修行，可有结识什么青年俊彦？圣国六王子萧凛，与孩儿相善。巧了，这次送亲来我景国的正是萧凛，你可与他好好亲近亲近。是，恭喜殿下。阿娘本不想给你草草定下这份婚事，殿下。不过，如今你被立为储君，婚事关乎国本。恭喜殿下。叶家大小姐知书达理，还是个大美人。我想，静儿你会喜欢的。叶惜雾，
怎么是你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谁？弑母的孽畜！没有，父亲，我没有害死母亲。南，别走，你是个鬼！别走！方才那黄粱一梦中，父慈子孝、众星捧月的滋味如何呀？小李，你救救我！可那都是假的。离开了虚妄梦境，没有人在乎你，更没有人会爱你。一直以来，你都在效仿我，希望可以跟我一样，得到他人的认可。但方才在梦中，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：父母的疼爱，唾手可及的王位，真是令我都羡慕的人生。但你真的能感受到快乐吗？感受不到，什么都没有。若没有你，你的母亲不会死，你的父亲也不会痛失所爱，兰安不会在深宫中蹉跎岁月，迎新也不会受尽侮辱。他们都是你最亲的人，可他们都恨你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他，没有。你看，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与你皆如无物。你只懂得保全自己，根本不懂，甚至不在乎他人的痛苦。我懂，我都懂，我只是感受不到。太太姐，你真是让人觉得悲哀。你活着，感受不到这人间的一丝美好，甚至连这世间的痛苦都感受不到。你存在的唯一意义，就是给他人带来灾祸，不是让他人厌弃、憎恶。你活着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但至少，你的母亲不曾怨恨过你，她至死都爱着你。如果你能见到她，听到她亲口对你说她很爱你，你就能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。你想见到她吗？机会就在眼前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
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我不想再等了。不想再等了。谭太君，你不能死！我的妖力怎么变弱？妖力啊！小师叔，快点！不管了，就这个！成了！跑哪儿去了？是你毁了藤蔓。我早该吞吃了你，让你魂飞魄散。
台阶，何不尝尝这妖怪的味道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的血可以克制世间的妖魔，你的身体可以承载他们的妖力。只要他们不能杀了你，他们的力量就能为你所用。感受到了吧？这力量可是你自身的渴望，岂不比七情六欲有意思的多？你别想再戏耍我！震长侧而御宇内，直敲扑而鞭笞天下，这就是力量的滋味。我向你保证，一旦成果，你就不会想再失去。只要他们不能杀了你，他们的力量就能为你所用。力量。所说的力量，便是这种感觉。既然那些妖物能给我力量，不如换个活法。
小魔神在梦魇里就差点自我了断，难道现在醒过来还是不想活？澹台烬，你干嘛呢？刚好，就拿你来测试下我的力量吧。二小姐，你觉得我在做什么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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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姑爷把小姐杀了！澹台烬。二小姐，你觉得我在做什么呀？你总不至于是在做针线活吧？剪刀借我用一下，我剪下指甲。小姐，奴婢前些天才刚帮您修过手啊。你剪的不好看。叶希雾，是你在梦中夺走了我的匕首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是谁？小姐，太医说了，你这差点伤到筋，须得好生养着，别再乱修指甲了。哦。我该怎么劝他呢？澹台烬，你可不能死。哎呀，算了，从现在起还是想办法看紧他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澹台烬，听说我姐姐也醒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她？不去。去花园散散心，心情也会好一些的嘛。哎呀，走啦！哎，走啦！没事儿的。我看这叶大小姐啊，是藤萝系甲之命，有你这颗乔木碧印，她便会福大命大，转危为安。哎，你既如此在意她，你为何不早些向陛下讨个恩典？我迟迟未给冰城承诺，的确心存顾虑。他人眼中，我是天之骄子，坐享其成便可。但一切，并没这么简单。你是担心以你六殿下的身份，若是与手握兵权的叶家联姻，只怕会招来诸多猜忌。小事说透彻。哎，不过这事儿确实棘手。可是你已经决定了，不是吗？六殿下，六殿下，小姐醒了。殿下。我被那妖孽抓走之时，我真的害怕，以后再也见不着殿下了。平常，自从当年
宴席上初见殿下，我便有一句话一直藏在心里，我真后悔没有早点说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别哭，我一心愿与你。殿下身份尊贵，冰常只是一介庶女，冰常的心给了殿下，这辈子再也不会给别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对这份情谊负责，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你我两心相许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，是你应得的。冰常，好好养病，等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便等着殿下。他见了喜欢的人，说不定会高兴些。不好，六殿下怎么也在？情敌见面，岂不会分外眼红？还是带小魔神先走吧。澹台殿下，二小姐，你们醒了，身体如何？还行，还行。已无大碍。多谢六殿下和乾隆卫送我们回来，告辞。二小姐，啊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讲，可否请澹台殿下行个方便？啊，好啊。哎，你别走太远啊！六殿下有话请讲。梦妖一事，反促我看清了对冰常的心意。今日回宫后，我会正式向父王禀明，请他赐婚。蒙二小姐错爱，希望你以后能认清现实，别再纠缠你了。其实我，哎，算了，太复杂了。总之，请六殿下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一边，清清白白。希望二小姐说到做到。知道了。这个叶希雾，还真的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执着于萧凌。甚至还特别在意我的生死。还有一事，是关于澹台殿下的。澹台烬，他怎么了？澹台殿下这次可以全身而退，实在是大幸。若他出事，小至叶家，大至天下，恐有大祸。六殿下为何这么说？看来二小姐对朝堂之事鲜少关心。澹台竟是景国的质子，他姓澹台，命官国体。若他出事，正可给了景国发兵攻胜的好借口。大圣今年将星凋零，绝不是开战的好时机。且不说届时陛下会不会追究叶家看护不严的罪责，一旦打起仗来，叶家男丁都要上战场。这是你叶家一家之祸，一旦兵险荡野，十室九空，更是苍生大难。我会看好他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澹台殿下离国去都，到我圣国做客，是为了两国邦交，更是为了百姓们不为战乱所苦，理当以礼相待，怎可如此肆意欺凌？原来萧凌从一开始关照我，是怕会殃及他的国。
叶希雾怕我出事，是怕我祸及家门。我在他们心中，不过是个只会带去灾祸的瘟神。二小姐的留心，就只是看好他吗？刘殿下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我也无法向你解释很多。说实话，我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恨谭太极，做梦都想杀了他。我甚至希望他从没在这世界上存在过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只是想让我真心对他好，不可能。叶希雾，你终于说实话了。你对我的惺惺作态，也不过是因为有所图罢了。原来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竟然还以为这世上会有人对我好。